虽然封神一式能借着神迹引动神明至上的力量，即便汇聚了天地运势的盘龙本体的最强一击，也能够将其轻松化解，但也让他们的自身也付出同等的代价。九大神祭司此刻只感到身体即将快要被抽空所有，但是他们也不会就这样不拿点利息过来啊。所以接下来的第3招将会是他们主动发起进攻，也代表着万界神州超神巨擘势力的神元宫覆灭的一刻。献祭灵，九大神祭司的面容凝重，这也是他们击败运势盘龙的最后机会。他们双手合十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声音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，这力量仿佛能撕裂天幕，震得整个银河都在微微颤动。就发神祭司的身上也被一层淡金色的光晕所包裹，并且越发的明亮，如同太阳的光辉在他们周身流转，又仿佛是无数细小的符文在皮肤下脉动。在那光晕中，此时的九大神祭司的面容显得庄严而平静，他们的力量正在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抽离，那是封神一式特有的神迹过程，而这个过程就被称之为献祭灵。九大神祭司正在献祭出自己的祭灵，也正是如此，封神一式的力量也将会更加的无可匹敌，即便是大道在其面前都会被分解。而在这一切发生的瞬间，那盘踞在天穹之上的运势盘龙，其5只龙头上的龙瞳之中陡然闪过一丝疼痛，在他那覆盖着暗金龙鳞片的长脸上流露出浓浓的难以置信，因为他能清晰地感觉到眼前的银河之中，那股力量已经超越了他自己本身的所有力量，即便他能够再次施展自己最强的运势逆转，恐怕也难以撼动如此可怕的力量。5只龙头在这股力量的恐怖压迫之下开始疯狂地摆动，仿佛在诉说着一种无法言说的痛苦和挣扎，似乎在挣扎着要摆脱某种束缚。没想到这些神祭司的禁忌之法可以施展到这种恐怖的境地，5龙吞灭恐怕都已经难以撼动匹敌封神一式中的此刻力量，而且想要凝聚更强的运势逆转，恐怕已经不可能了。逆转之事难在聚矣，运势之力尚缺一分，可惜我目前的运势还不够完整。盘龙的声音中透露出一种深沉的无奈，以及对当前局势的深深忧虑。在这场力量的较量中，即便是神元宫这位一直深藏不露的2号人物，运势盘龙都已无力对抗眼前的这一场献祭灵的封神仪式。神迹，神明至上。银河之上，神音再起，如幽灵划破长空，回荡在盘龙的耳畔。这是神明的旨意，亦是毁灭的序曲。运势盘龙，这位神元宫的2号人物拥有着运势以及大道的力量，然而在面对这第3道的神明至上力量时，心知此战恐怕凶多吉少，但他决意以死相护，是要捍卫神元宫的每一砖一瓦，以及每一位深神元宫的弟子。龙瞳中闪过一抹金芒，那是盘龙的决绝，也是坚定，更是一种勇气。运势盘龙心中默念，即便散尽我的意志，最后也会回归元尊。巨大的本体身躯在虚空中咆哮，声波激荡，如狂澜般席卷四周。运势盘龙的巨大身躯周围，天地运势汇聚成一道无形的漩涡，光芒在黑暗中愈发璀璨，仿佛是星辰降临，即将绽放出最耀眼的光华。盘龙的龙瞳在此刻微微闭上，感受着体内运势力量的涌动。那一刻，万物都在为他凝固。他能听到自己的心跳，能感受到每一缕风的轻拂，每一次力量的汇聚都在他心头划过深深的痕迹，而这些都是这片天地的运势之气。当这一切结束时，就是他散尽所有的意志，他也愿意成为神元宫的一位守护牺牲者。而在这场毁灭与守护的较量中，运势盘龙将用尽最后的力量去守护神元宫。轰隆，天空被盘龙的气势所撕裂，乌云滚滚，电闪雷鸣，盘龙的本体在雷电中穿梭，每一次撞击都伴随着更强的运势力量的爆发。神元宫内，众弟子目睹着盘龙那巨大霸道的龙身，感受到了那股使他们根本无法触及的力量，希望他能够保全神元宫今日的覆灭。在那由运势之气凝聚成的漩涡深处，一声龙吟划破了虚空的静谧，霸道而震撼。随即，一只庞然大物的龙爪自漩涡中猛地探出，它的出现仿若天地初开，带着龙之威严。龙爪张开，其边缘闪耀着星辰般的运势光辉，仿佛能触摸到浩瀚大宙的边缘，将那由无数星辰编织而成的银河渐渐笼罩而下。那股力量之大，似乎连时空都要为之扭曲震颤。银河在这庞然大物的龙爪之下，竟显得脆弱无比，仿佛下一刻就会被无情捏碎。如果现在又一位大道主神在场的话，也不禁面色微变，流露出了一丝难以掩饰的惧怕。龙爪携带着毁灭之意，冷酷地抓向银河。龙爪用尽全力一捏，运势逆转的力量再次彻底的爆发，冲刷进入银河的每一处角落。银河在龙爪的运势压迫下，发出了一声悲鸣般的碎裂之声，星光四溢，无尽的碎片即将消散在虚空中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银河之上一道未知的神光再次从天而降，那是如此神秘而又强大的力量，简直就是仿若天外来物。神光璀璨夺目，似能照透一切罪恶与欲望。在这神光的笼罩下，万物皆失去了原本的颜色。然而
这道神光却隐藏着摄魂夺魄的恐怖力量，它将众生万物皆转化为献祭之灵，无一幸免。盘龙那双充满力量的龙瞳里，血泪如断线的红珠般不断滴落，映照着那绝望而坚定的决意。他没有退缩，没有逃避，而是以一种近乎悲壮的姿态，激发自身所有的运势力量，向那无尽的神光冲击。下方神元宫弟子，无论是震惊、恐惧还是哀伤，此刻都屏息凝神，注视着这场最后的较量。他们知晓，这一刻将会是决定胜败、决定命运的走向。盘龙的龙爪携着毁灭之意，冲向了那看似无穷无尽的神光。轰！两种力量可怕的力量在虚空中激烈的碰撞，激荡出一阵阵震耳欲聋的轰鸣，整个神州大地都为之一颤。然而，就在两者接触的刹那，虽然可怕的冲击波席卷四面八方，但是庞然大物的龙爪也被定格在虚无之中，它并没有彻底的捏碎银河。紧接着，一股无法抗拒神明力量将其吞噬，转化成了供奉于神明之上的献祭之灵，使得未知神光的力量再次暴涨。终究不敌这股神明至上的力量。这位威武不屈的盘龙，终于在第三道神光之下败了。他的巨大盘龙之躯渐渐地消散在神光之中，即将成为神光之下的献祭之灵。然而，就在一切胜负已经定格之时，刚刚被神光吞噬的盘龙身躯立马被一股更为恐怖的力量拉扯而出。天地变幻，一股莫大的力量自神元宫的深处涌来，万物在这股无形规则的笼罩下颤抖，仿佛下一刻就要被吞噬殆尽。未知神光也在规则之法的压迫下，徒劳地闪耀着最后的光芒，但终究还是不敌这突如其来的规则之法，渐渐消散在这片由规则之法所笼罩的风暴中。随着未知神光的小事，永恒不灭的银河，在这恐怖的规则之法面前，也不过是一抹瞬息即逝的流萤。仅仅一瞬间，运仙峰的上空，星辉璀璨的银河迅速暗淡，最终化作一片虚无，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。什么？这是造化神力？九大神祭司紧握法杖，面对这能够改变一切的规则之法，却如同狂风中的烛火，顷刻间便被无情的击飞，重重撞击在坚硬的山壁之上，溅起一地尘埃与碎石。他们的面庞上写满了不甘与震惊，眼中闪过一丝绝望。原本即将成功击杀那运势盘龙，结果还是没能成功击杀。但在这股绝对的造化神力面前，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。造化规则之法如同神灵的裁决，冷酷而无情地重塑着这片天地的秩序。没有生灵能够逃脱这场造化的裁决，所有反抗与抗衡都如同螳臂当车，注定要被规则的铁拳粉碎。天地间弥漫着一股肃杀与哀伤的气息，仿佛连风都在为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而哭泣。所有刚刚被毁坏的万物都在造化规则之法的重塑下逐渐的复苏，这片天地的新规则即将诞生。造化主神。九大神祭司脸色苍白如纸，身上的伤势更是还有着鲜血外流，但他们依旧瞪大了眼睛，带着不敢置信之色，颤颤巍巍地抬起头看向了虚空之中。那里此时出现了一道身影，而那一道身影让得他们见到几乎失声惊叫。盘龙。那是一道修长的人影，一袭黑金色衣袍的男子，面带笑容，身体的表面有着精气蒸腾，有龙气缠身，龙吟震天地，玄妙的气韵不断以涟漪的姿态荡漾。他踏出的每一步，其周边的空间都在以一种玄奥的姿态发生规则的改变，引得天地异象，天地同光，日月同寿。远远看去，犹如是一尊掌控大道造化的主神，充满着大咒中玄奥的恐怖威压。这股威压让的九大神祭司感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死亡的绝望。然而在看到对方的眼睛时，一双能够引动大咒规则的造化气息不断地在其金色的眼瞳中流转。不对，他不是盘龙，他是神元宫之主元尊。九大神祭司终于认出了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的男子身份，因为盘龙的眼睛是龙瞳，而这男子没有龙瞳，所以此人就是被誉为神界大传奇的元尊无疑。可他的实力怎么登临造化之境？传闻一直都是一位大道主神啊！风神祭司忍着伤痛以及虚弱，勉强地从山壁碎石中走了出来，拐着手中的法杖，身躯早已经伤痕累累，体内属于他们的那道力量也几乎消散，而这就是封神一事的代价。果然盟主大人说的没有错，元尊的真正实力已是造化，并且他或许早已经登临造化之境，难怪就连已经突破登临造化的盟主大人没亲临神元宫，而是让……风神祭司说完，再也坚持不住身上的严重伤势，直接是瘫软在了地上。是公主大人来了，我们终于有救了。下方的众神元宫弟子看到上空那位神圣的男子身影时，仿佛是看到了希望的曙光，他们立马激动振奋起来，因为在他们的心中，元尊就是他们心中的神，一位永不败的神。你来了。刚刚受神光的吞噬影响，盘龙已经变回了与元尊一模一样的形态，不过现在的他伤势有些严重。元尊也是为此拿出了一枚神品丹药给盘龙服下，然后道：这枚是我从丹神塔之主的尊兄那里拿来的，
虽然不能让你的伤势立马恢复，但可以让你的运势加快凝聚，从而让你的伤势得以疗养。